大家好，这里是柯南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乳清蛋白粉的食用技巧，包括食用的时间、禁忌以及具体的方法等等。在前面2期乳清蛋白粉的视频中，我讲解了浓缩乳清蛋白粉、分离乳清蛋白粉以及水解乳清蛋白粉的概念、制作过程以及特点。这期视频是基于你对上述蛋白粉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今天我们聊的食用技巧是基于它们消化吸收的特点的实际应用。乳清蛋白粉、分离乳清蛋白粉、水解乳清蛋白粉这3种蛋白粉都是提取于乳清，虽然品质不同，但是它们的食用技巧是相同的。首先在食用时间方面，因为乳清蛋白属于一种快蛋白，被身体吸收利用的时间快，效率高，所以在训练前食用是第一个好的时机。在我的训练前后的饮食安排的那期视频中，我讲过，训练时会消耗掉大量肌肉内部的氨基酸，在训练前30到60分钟补充乳清蛋白粉，可以防御肌肉的丢失。记住，不能少于30分钟，其中的原因我会在后面介绍。第二个好时机就是在2餐之间，在蛋白质食用时间的那期视频中，我讲过，身体4至5个小时不补充氨基酸，就可能进入到负担状态。因此在2餐之间，尤其是2餐距离时间比较长时，补充乳清蛋白粉可以保证身体处于正氮平衡状态。因此乳清蛋白粉应该选择在身体急需蛋白质时补充。那么乳清蛋白粉什么时候不应该喝呢？第一就是训练中。我见过很多人在训练时喝蛋白粉，这无异于给自己的训练带来麻烦。训练使身体进入到疲劳状态，造成疲劳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身体酸碱平衡受到破坏，尤其是以快速糖酵解功能的肌肉训练。肌肉训练中，乳酸盐的生成导致氢离子的堆积，这就降低了细胞内部的酸碱度，也就是让细胞呈酸性，这就抑制了糖酵解反应，阻碍了肌钙蛋白结合钙离子和横桥的移动，妨碍了肌肉兴奋收缩偶联。那么蛋白质属于酸性，而且乳清蛋白快速吸收利用的特点，给身体的酸碱平衡状态雪上加霜。因此你不会见到职业运动员在训练时和比赛中吃蛋白质或喝蛋白粉的情况。蛋白质是用于修复身体的，所以要在训练结束后，身体需要修复时再食用蛋白质，千万别犯傻，又浪费钱又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么刚才说过，最少要距离训练30分钟食用。30分钟乳清蛋白已经进入到血液中，身体在训练中就不会因为乳清蛋白的原因持续增加酸度了。第二就是尽量不要和自然食物一起食用。乳清蛋白的特点是吸收快，但是自然食物进入身体以后，食物的大颗粒要分解为身体需要的微小物质，这就需要时间。如果和自然食物一起食用，就会延长乳清蛋白吸收的时间，这就生生拖了乳清蛋白的后腿。你花钱就是为买快买好的，结果目的没有达到，所以要避开自然食物喝乳清蛋白粉。第3个不该就是训练后单独喝乳清蛋白粉，但是很多人都这么做。在肌糖的那期视频中，我讲过，训练后最应该补充的是碳水化合物。补充碳水化合物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恢复肌糖的储备。没有肌糖的储备，肌肉不能真正的恢复能量，肌肉的生长也无从谈起。第二个作用就是碳水化合物可以提高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可以将氨基酸泵进肌肉中，从而大大提高氨基酸进入肌肉的效率。胰岛素可以被称为储存激素，也是对肌肉合成起到重要作用的激素。如果训练后只喝一勺乳清蛋白粉，肌肉的修复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生。所以在训练后，在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中只可以选择一种补充，那么碳水化合物一定是第一选择。当然最完美的补充是碳水加上蛋白。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训练后吃1块面包加1勺蛋白粉呢？不过刚才我说过，乳清蛋白粉不应该和自然食物一起食用。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补充葡萄糖也不是解决方案，因为葡萄糖属于单糖。我讲过，在训练后应该补充1份的简单碳水化合物，2份的复合碳水化合物。应该怎么办呢？请在留言区给我答案。最后我们讲一下蛋白粉的冲调。在冲调蛋白粉时，一定要使用常温水或者温度较低的水或液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热水冲蛋白粉的经历？如果用热水冲，就会发现在杯子里有一团一团棉絮状的物质，这是因为蛋白质在高温下容易发生变性，蛋白质分子的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导致蛋白质分子容易凝结聚集。蛋白质分子是由氨基酸组成的3维结构长链分子，高温会破坏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导致蛋白粉瞬间凝固，形成小块状，不易溶解，也变得不容易消化。还有在蛋白粉中会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在高温下可能会降低其生物活性。关于这个，我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期视频中特别介绍过。所以从营养价值到口感的角度去考虑，采用常温水或冷水冲调蛋白粉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冲调蛋白粉时，你可以使用各种液体，例如水、牛奶、果汁等等，这完全根据你喜欢的口味，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我个人觉得配合牛奶的味道最好，只是要注意一定要先放液体后放蛋白粉，这样有利于蛋白粉的完全溶解。在中国的传统模式中，如果将固体和液体混合，一定是先放入固体后放入液体。在冲调蛋白粉时，请按照西方的传统。至于冲调的比例，请按照厂家的建议。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乳清蛋白属于快蛋白，它被身体吸收利用的时间快，效率高，所以最好的食用时间是在训练前30到60分钟和2餐之间，不应该在训练中补充，也不要和自然食物一起补充。当然，在训练后单独补充也是效率不高的。要使用常温或者低温的液体，按照厂家推荐的比例，先放液体后放粉末冲调。关于乳清蛋白粉的问题，我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在后面的视频中，我将陆续给大家介绍酪蛋白粉、植物蛋白粉以及肉类蛋白粉，敬请关注。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